尊敬的面粉们好，我是面具人。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有两个比较严重的话题啊，所以呢，我今天紧急的给大家加播一期节目。本来呢，我今天是要休息的。今天这两个严重的话题，第一个呢是最近 NFT 爆火了嘛，很多人都通过这个领域这种项目赚到钱了。但是呀，这个项目火起来了以后，看又被政府给盯上了，要收税了。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咱们要来讲一讲国内共产党现在针对国内不生三胎的居民啊，出台了一些可能性的惩罚措施。你们如果说有些观众是在大陆的，或者是你的亲友在大陆啊，那你今天一定要听完这个节目，非常有用。非常的关键。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赚钱和避险的及时消息，而造成了你自己在生活上、经济上吃亏了，可别怪我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特殊的加注的大奖，$1000的转账的过年大红包啊！有幸运儿拿到这个大奖的朋友，应该是可以过一个好年了。那好，来讲正题啊。最近 NFT 爆火，大家都知道了。你看，像什么周杰伦熊，还有那个屌丝头像，都涨了几十倍啊！包括那些什么无聊猴呀啥的传统的 NFT 项目啊，最近也都又涨了。这其中呢，也不乏有些庄家啊，利用这个玩意儿割韭菜啊，或者是本来就是庄家盘炒作出来割韭菜的。我昨天讲过啊，有兴趣的可以回看一下昨天的节目。那还有那些新兴的 NFT 项目，比如说养鸡下蛋呀、大头呀，这些项目，也是由于共识暴涨了，对吧？当然了，也有很多天然的、自然的，没有那么多套路的项目，比如说面具人这几天推的已经涨了10几倍的养鸡下蛋和大头，这两个项目都是共识堆起来的，不存在什么庄家下套啊，最多呢也就是前面人割后面人的基本商业规律啊。那任何商业规律都是这样的，你进场早的赚进场晚的钱嘛，对吧？你不管是房地产还是搞外贸，还是搞股票，还是搞基金，还是搞币圈，都是一样的。那你们看好了啊，由于最近 NFT 市场的爆火，然后呢，这个 NFT 市场又吸引了非常庞大量的资金，所以呢，这个领域就又被政府盯上了。大家来听这条新闻啊，1月16日，据彭博社报道，NFT 投资者和创造者将面临高达37%的税率和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根据数据显示 ，NFT 市场已经膨胀到了440亿美元，成为了加密货币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但对于 NFT 征税的规则，目前并不明确。负责处理逃税者问题的美国国税局官员称，他们正在准备对这个项目、这种领域进行打击。那说白了，这个新闻的意思就是和共产党搞的那一套是一样的。什么对 NFT 的税收是为了打击贪污腐败，是为了打击偷税漏税啊，说的都是为人民好，为人民服务。你们信吗？啊？为人民好，为人民服务，那就是你们谁不管你炒的什么 NFT， 买的什么加密货币，来，每个人先交37%，甚至40%、50%的税。也就是说，你投100块钱，你有50块钱是要交给我政府的。各位观众，你们觉得他这种税收合理吗？人家自己花了好大的精力，花了很多的投资，赚了的钱，其中37%要交给你政府。你们觉得这合理不？来，咱们继续听这个新闻啊。根据报道，欠税数额将难以准确计算。那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一个弹性的话，那就是收多收少都由政府说的算。目前呢，收多收少难以准确计算。但是加密货币税收软件平台 TokenTax 的首席运营官 Arthur Taylor 等专家估计NFT 的税收总额可能会高达数十亿美元。各位观众听好了啊，数十亿美元啊，还仅仅是目前啊，更别说以后加密货币市场 NFT 市场蓬勃发展了以后，那种税收规模会更大。各位面粉们，你们听明白了没？我不知道你们反应过来没？这是妥妥的割韭菜，对吧？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行，你政府收税可以，但是
你政府有为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吗？这个行业人家发展的时候，你政府没有投资，你政府没有推广，都是人家私人老板、消费者、经营者、参与者、投资者自发的去发展推广市场，然后嘞，等这个市场发展起来了，你政府就过来说，哎，这要归国有，这要归政府管。这个桥段我听起来怎么那么的熟悉呀？这不是跟共产党的套路是一样的吗？所以面具人，我去年就一直告诉你们，天下权贵是一家政府的这些权贵们都是等你老百姓你们自己投资自己搞搞亏了搞赔了，你们自己活该不要给政府添麻烦，不要给国家惹事情，对吧？等你们把市场搞起来了，搞赚钱了，好看，现在要你们交税，要你们给国家做贡献，要你们共同富裕，要你们均贫富，哎，这不就是割韭菜吗？这不就是抢民财吗？你总不能说市场发展的时候你不投钱，等市场发展起来了赚钱了以后，然后呢你却跑过来收税了，对吧？那我就想问你，投资的时候摊本的时候没你，然后分钱的时候就有你了你各国的政府让这些老百姓自己去投资投资的时候没你，赚钱了以后，你政府的这个官员那个官员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要来收税，都要来分钱，对吧？而且呀，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加密货币行业是高风险行业，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搞投资是很容易赔钱的大部分人在这个领域是很难赚到钱的。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你看，赚钱了要给你政府分钱，那赔钱了呢？赔钱了你政府给不给补那合着就是赔钱了风险你自己担，你活该，对吧？赚钱了你得给我分。所以呢，这就是强盗逻辑面具人，我其实不是很反对收税我一直觉得交税可以建设社会、建设祖国帮助穷人、帮助可怜人、做慈善，交税没问题，对吧？你不要给我说什么做慈善、帮助穷人之类的话。面具人，我就想问你老百姓交的那么多的税收，有多少税是落到穷人手里了，是落到穷人的口袋里了，是落到那些需要帮助人的银行卡里了？你说做慈善行，你说要收 NFT 的交易的税可以，你说要收 NFT 资产的税可以 ，OK 没问题那以后 NFT 交易那个手续费，或者是按照它成本抽取多少，那这些费用直接打到需要帮助的穷人的账户里面，这个钱不经过你政府，不经过任何中间人和机构，直接到需要帮助的人的口袋里，可不可以？可以可以你个鸡巴，当然是不可以的啦你不让这个钱给政府当中间人，你不把这个钱先打到政府的口袋里，那这些权贵们还吃什么呢？对吧？这些当官的还吃什么呢？对吧？全世界都知道，什么红十字会呀，什么医疗保健协会呀，这个里面的钱是几乎到不了需要帮助的人的口袋里了最多也就是凤毛麟角大部分的钱都被这些贪官这些官员、权贵们、贵族们把他拿这个钱去挥霍掉了，对吧？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们，你看权贵们就是要控制奴隶的人口，再控制他们的钱袋子因为你没人口了，你也别说什么钱袋子了，你连劳动力都没有了，对吧？所以呢，人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重大的事情。大家来看这个视频。大学赵安清教授提出将生孩子和保障房养老金挂钩，惩罚不生孩子的人结果这个标题呢一下就上了热搜。实际上我们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我们今后的养老金是我们子女这一代负责的。我们现在养孩子才是投资自己的养老。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那么有的家庭甚至没有子女，你实际上是靠别人家的小孩在供养的换句话说，现在养老金制度隐含着惩罚多劳者的一种制度安排人们干脆就拒绝生育养老金的代际统筹就会进入一种庞氏骗局一样的这种庞氏循环。各位看完了吧？
来，你们说一说，特别是老观众啊，可以给我留言做一下证啊。你们来说一说，面先知我牛逼不？我去年就给你们说过了，延迟退休、生3胎的套路，那就是你不生就会取消你的住房养老福利。看，现在我的预言是不是实现了？嘿嘿，哎，你不管什么3胎4胎收税之类的话，你们仔细观察啊。有海外的华人也可以留言说一说你的感受。看，其实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权贵割韭菜，那就是奴隶制。在古代啊，奴隶叫奴隶；到了现代呢，只不过是给你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把奴隶叫做工人。哎，看面具人，我今天又是讲的政治的成分比较多啊。那我每次讲政治的时候，有些那些纯炒币的傻逼还要跳出来说，哎，面具人，你炒币就炒币，你研究什么政治呢？你研究政治干啥嘛？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哎，你们难道不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就直接能让你归零了吗？啊，你难道不知道，政府只要出台一则通文，只要出台一则规定，说不让你干什么，你就不能干什么。对不对？你别给我扯什么投票不投票的啊！来，你不管是看台湾，还是看美国，还是看英国，还是看澳洲，对吧？政府想干的哪个事情，想投的哪个票，投不过啊！投票是做给你们看的，听懂了没？啊，只能说不同国家的不同奴隶生活水准不一样啊！你在高级猪圈里面，你就能当一个高级一点的猪。你在低级猪圈里面，你就只能空气环境、水呀、猪圈的草呀，给的差一点啊。但是你们都是在猪圈里面，听懂了吧？啊，你别给我扯什么赚钱了怎么的？你赚钱嘛，你就赚了以后呢，就像我去年叫很多人先从中国出来，然后你再研究去赚钱的事情，赶紧先把钱转移出来，对吧？然后呢，很多人他觉得没事儿这了那了，看现在钱要变成数字人民币了啊，咋转咋跑？就像我去年啊，前面几个月我都一直在给台湾人说，赶紧跑吧啊，不要再久留了，此地不宜久留，否则呢，你们都会后悔的。面具人，我话还是放在这儿啊，各位台湾朋友们，你们即将在未来的不久2、3年、3、4年之内就能印证我的话，听懂了没？真的是笑死我了，这帮炒币的傻逼啊！什么你炒币就炒币啊，不要研究什么政治，你们不知道政治和经济不分开的吗？啊，你们不知道政策直接就能把你的钱给共产了吗？直接就能把你的税给弄没了吗？直接就能把你的钱给收上来吗？这是现在文明一点儿，你再放在古代啊，一个政策直接让你人头落地，听懂了没？在这里啊，面具人，我想警告一下各位，现实世界就是这么的残酷。各位，加密货币的兴起是一个时代的浪潮，我觉得这个浪口啊，也是我们这辈子另外的一个类似于改革开放的分阶级的机会了，听懂了没？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改革开放之前到改革开放之后，有多少中国的底层通过这个机会一跃爬到了社会上层，变成了贵族啊，不少啊。但是呢，过了改革开放的这个风口了以后呢，那底层就是底层，奴隶就是奴隶，你想爬你也爬不上去，因为没那个机会了。所以说呢，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浪潮，在这个浪潮里面，你赚到钱了，你就有可能到上游社会过贵族的日子，吃好的喝好的，衣食无忧，每天玩每天娱乐。如果说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那你就该搬砖就搬砖，该上班就上班，该修水管修水管啊，该扫地扫地，该扫马桶扫马桶，该回家种地就回家种地，你就等着永世为奴吧。毕竟现在的教育、科技、军队、洗脑都是权贵们掌握着呢啊，最多再加上财团财阀。但是当财团当财阀当投资人，你得有钱呀，你没钱你当个屁呀，对不对？政府一个政策说什么教育洗脑，什么大数据呀，看抖音呀，什么媒体带风向呀，这些都要钱呀，对吧？啊，这些东西是能把你们这些底层屁民蠢货们的脑子，把你们的行为控制了的，懂了没？你是被人玩的那个，你不是玩人的那个，明白了吧？你想成为玩人的那个人，
首先你得有资本，那这个资本从哪儿来？就是从改革开放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分阶级的一个大机会。大家仔细观察啊，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等了5000年这种大商机。那加密货币的这种跳脱目前政府管控的商机出来之前，距离上一个财富风口，也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人也等了30多年。那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啊，人这一辈子有几个30几年呢？今年加密货币市场和去年加密货币市场还不一样，但是呢，市场越发展，机会就会越少，因为这片蓝海在逐渐的被染红，当成了红海了以后呢，就没你的机会了。面具人，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啊，今年加密货币市场还会出现2个革新性的概念，至少是2个啊。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听清楚了啊，是搜索 ID， 不是搜索名字啊。这个 ID 是 Maskman118，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啊冒充面具人啊，把名字起成了 Maskman118，或者是他的这个 ID 跟我只差1个字符，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添加我办理会员入群手续，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跟我进场今年的风潮了。这几天呢我还给会员弄了一个专属项目，让他们都赚到钱了。但是这